咱们聊的第一个词叫机器幻觉，一句话概括就是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以为 AI 是个知识库，像巨大的图书馆，你问什么它都去精准的找答案，错了。现在的主流 AI 更像一个语言概率预测大师，或者说一个特别会编故事的学霸。它的工作原理是根据你给的话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是什么。比如你输入今天我踩到了一块 AI 的大脑里就开始疯狂计算，根据它读过的好几亿份资料，香蕉皮这个词出现的概率最高，于是啪一下它就给你接上这句话了。但如果你问到了它的知识盲区，或者一个需要复杂推理的问题，它的概率计算就可能出错。但为了不冷场，为了让句子看起来优美，它就开始发挥自己编的特长，东拼西凑脑补出一个最像答案的答案。这就好比你问 AI 唐朝的皇帝用什么牌子的手机，它为了讨好你可能会一本正经的回答。根据分析，最可能使用的是一款由西域进贡黄金打造的维华手机，主打功能是一键传唤大臣。你听着是不是觉得很离谱？这就是机器幻觉，它没那个意识来故意骗你。 AI 被设计的目标之一就是提供有帮助和完整的回答。当它无法找到确切答案时，为了避免直接说我不知道而让你失望，它的讨好机制会让它倾向于创造一个答案来满足你的提问。所以记住，尤其是在医疗、法律这种严肃领域， AI 说的话你可得留个心眼，别全信。下一个词 token， 咱们输入的文字在 AI 的眼里不是一句话，而是一堆由单词和字组成的字块，这一个一个的字块就是 token。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 AI 本质上是个数学家，不是语言学家，他不懂喜怒哀乐是什么意思，但他能处理数字，所以我们得把人类的语言转化成他能听懂的暗号。这个过程就好像你对 AI 说今天天气真不错， AI 的内心戏是今天天气真不错是什么玩意儿，听不懂，但我能看懂数字，比如528319911024，看完这串数字就懂今天天不错是什么意思了。 AI 在看我们的话时会先进行一个叫分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文字会被拆分成一个个基础的字块，这些字块本身就叫做 token， 随后每一个 token 会被转换成一个对应的数字。在中文里一个汉字通常就是1到2个 token， 但在英文里变化比较多，比如 unbelievable 这个词可能会被拆成 unbelievable 这3个 token。 AI 可能不认识这个完整的词，但它认识 un 是不， believe 是相信，于是它一拼就明白这个单词什么意思了。那这个 token 跟我们普通用户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它直接决定了 AI 的记忆力，专业术语叫上下文窗口。比如一个模型的记忆容量是4000个 token， 你跟它聊天，你俩一来一回说的话加起来不能超过4000个字块，一旦超过了它就会忘掉最开始聊的什么。 Launched a new feature, it's still called memory, but it's way better than the memory before, where this model will get to know you over the course of your lifetime. It'll be listening to you throughout the day and sort of observing what you're doing, and it'll get to know you, and it'll become. 所以各大公司都在拼命扩展这个上下文窗口，从几千到几十万。这个词最贴近我们的生活。模态是什么？就是信息的类型。你眼睛看到的图片、视频是视觉模态，你耳朵听到的语音、音乐是听觉模态，你读到的文字、代码是文字模态。而多模态就是让 AI 像我们人类一样，能同时动用多种感官来理解世界。举个例子，你跟朋友去咖啡馆，你能看到周围的环境，也能听到朋友说的话，还能读到菜单上的咖啡介绍。你综合了所有信息，得出一个结论：这家店体验很棒。多模态 AI 也是如此，你不用再很麻烦的打字了，你可以直接发一句语音，或者把一张图丢给他。未来的场景就是 AI 成了你随身携带的最强外挂。比如你逛超市，不知道哪些水果新鲜，你只需要打开摄像头对准它们， AI 就能通过实时画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西瓜的纹理，也能通过麦克风听到你拍瓜的声音，然后用语音告诉你左边那颗的条纹清晰度，结合它沉闷的回声判断含糖量高达 97.8%， 可以直接拿下。右边那颗听起来有点空，别选它。看到没？它能看能听能实时分析，瞬间从一个聊天工具变成了你身边的生活专家。像现在火爆的纹声图、纹声视频都是多模态的应用，你出一张嘴， AI 跑断腿，帮你把想法变成了现实，这让 AI 离真正理解我们的世界又近了一大步。接下来这两个咱们放一起说，生成式大模型和 LLM。 大模型好理解，就是 AI 的大脑容量巨大，它读过的书比你一生中见过的字都多，学的是整个互联网的知识，参数规模动不动就上千亿，所以它成了个通才，什么都会点。生成式这是它的核心超能力，无中生有。以前的 AI 是个判断题选手，你给它张照片，它判断是猫还是狗；你给它封邮件，它判断是垃圾邮件还是正常邮件。但生成式 AI 是个创作题选手，你对他说画一只在月球上穿着宇航服弹吉他的猫，他瞬间就给你创造出一张全新的图片。这就是生成式，不是复制粘贴，是在造答案。所以生成式大模型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脑容量巨大并且会无中生有的超级 AI 大脑。那 LLM 又是什么呢？它的全称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大语言模型，看名字就知道专注于语言文字这个垂直领域的偏科生。它的核心能力只有一个，就是玩猜词接龙。你给它上半句，它会用尽毕生所学猜出下半句最
最可能是什么？手机输入法里的智能联想功能用过吧？你打个"我今天"3个字，它可能会帮你接迟到了。LLM 就是这个功能的 Pro Max Ultra Plus 版本，一个拥有博士学位，还把整个互联网知识都背了一遍的接龙王。我们最熟悉的 ChatGPT、DeepSeek 这些聊天机器人，核心都是 LLM。你跟它聊天，让它写周报、写代码，本质上都是在体验一场文字接龙游戏。通用大模型虽然什么都懂，但它有个毛病，说话很容易正确而无用。比如你问他我们公司的产品怎么样才能卖得更好，他可能会给你一段写进教科书都毫无破绽的宏观市场分析，但对你的具体业务一个字都没用，因为他不了解你公司的内部情况。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大模型微调了。这个过程就跟岗前培训一模一样，一个刚毕业的顶尖高材生，你不能指望他第一天来上班就能上手，你得给他喂资料，把公司的产品手册、销售话术、优秀文案全都丢给他学习，也得找人带他，让他模仿优秀员工的风格，跟着项目实践，还需要给到他反馈。如果写的文案太学生腔，你得告诉他不对，我们公司的风格是接地气，多用点年轻人的梗。经过这番微调，这个什么都懂的高材生就变成了熟悉你公司业务的专属专家，他说的话、写的文案就都有了你们公司的灵魂。所以很多行业专用大模型，比如医疗、金融领域，都不是从零开发的，而是在一个强大的通用大模型基础上微调出来的。最后一个也是当下最热的一个概念 AI Agent 智能体。以前的聊天机器人，你问他明天去上海的机票多少钱，他查完资料会告诉你明天有 A 航班和 B 航班，价格分别是多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光动嘴不动手。而 AI Agent 你给他下达命令，帮我订一张明天去上海性价比最高的机票，接下来他不但会动嘴还会动手，他会先思考每一个步骤要完成的任务，我需要上网比价、筛选航班、确认乘机人信息，最后下单支付。接下来会使用工具，他会自己打开浏览器，调用订票网站的 API， 甚至打开计算器来对比哪个更划算，然后他会把筛选好的选项发给你确认，你确认完毕后，它能自动完成订票支付的所有流程，最后把电子票发到你的邮箱里。 AI Agent 相当于一个有大脑的 LLM 加一套工具箱加自主行动的能力，它不再是只能说的聊天机器人，而是一个能做的智能管家。大语言模型就像你那个博学但懒得动弹的朋友，你问他怎么修水管，他能给你讲一整套流体力学，但绝不会伸手帮你拧一下。 AI Agent 就像你花钱请来的全能管家，你跟他说水管漏了，等你下班回家，他不仅水管修好，可能连你家地板都顺便拖干净了。 AI Agent 被认为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它让 AI 从一个被动的信息提供者进化成了一个主动的任务完成者。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我们下期再见。Bill，你要点赞，你要投币，好不好？点赞呢，投币，刷下一个视频吧。你的 B 站以后刷不到我了，没关系，你要给别人投币啊 ，Bill，你每次都掰着我怎么活啊 ，Bill，你这个逼，真诱惑我。